我要来分析在大温哥华哪个城市最适合退休。我会依照银发族退休生活的模式与需求，用以下的指标来评比大温哥华的6个城市社区，分别为有无便利的交通、适宜的居住环境、完善的医疗保健、容易采买和购物、丰富的休闲娱乐，还有社区友善跟多元程度。希望看完影片之后，能让大家了解说，如果想要在温哥华享受晚年，哪个城市适合你，哪个不适合。所以第2届的飞马杯城市争霸战现在来到大温地区啦。大温哥华总共有21个城市和小镇，要在短短的1集之内介绍所有的城镇会很不现实，我也会累死，所以我就挑选了大温6个比较主要的城市，他们是 Langley、Coquitlam、Burnaby、Richmond、Surrey， 还有 North Vancouver。特别不挑 Vancouver，是因为它太有名了。排除房价因素的话，它应该会在各方面吊打其他的城市吧？应该吧。也很抱歉 Delta 跟 New West，因为呢，我不想分析超过6个城市。那现在就来简短的介绍这6个城市的特色跟社区有哪些。第一个是 Langley， 距离温哥华约50公里，它分为2个部分，一个叫 Langley City 和另一个更大的 Township of Langley。Langley City 是 Langley 的核心，主要的商业和购物中心都集中在这里，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个城市的市中心。Township of Langley 则大很多，覆盖了郊区、农地和6个小型社区，包括 Murrayville， 住宅选择多样化，机场跟医院也设置在这里。Outer Grove 有很酷的室外滑冰场，温哥华动物园的所在，也靠近美国边境，去美国玩很方便。Willoughby 和 Willowbrook 是2个紧连在一起的社区，就在1号公路旁，是主要的文化和活动中心。华人都爱的大统华就在这一区。Warner Grove 也有不错的家庭住宅选择，属于富人区，电影院也建立在这哦。Fort Langley 是 BC 省的发源地，有国家历史遗址，这个很有历史风味的社区。整个大 Langley 有超过14万个人口，白人占了大宗，结合了都市生活跟乡村般的大自然空间，是近几年来人口发展快速的大温哥华城市之一。未来的 SkyTrain 也会连接到 Langley City， 所以算是还蛮有发展潜力的。再来是 Coquitlam， BC 省第6大的城市，靠近大温哥华的东北角，但别把它跟 Port Coquitlam 搞混在一起哦。虽然相连在一起，但2个城市的规模跟生活方式都很不同。Port Coquitlam 在 Coquitlam 的东边，因为靠近河流和铁路，所以早期是一个农业和运输中心，现在变成社区导向的小型城市，人口只有6万人。再回到 Coquitlam， 它都市化的程度相比 Langley 较高，也有丰富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大统华就开了2家，同时也有山有水，自然景观不会少，是个很适合户外活动的城市。它的主要社区有包括属于商业和娱乐区核心的 Coquitlam City Center， 美丽的人工湖 Lafarge Lake 就在这里，有许多新兴的住宅区，而且接近大自然的 Burke Mountain。Austin Heights 和 Central Coquitlam 则有很多日常的便利设施和商店，也靠近大温著名的森林公园 Mundy Park。而在西北角的 Burquitlam 是 Coquitlam 发展最快的社区之一，有个商业中心，还有 Burnaby Mountain 也有 SkyTrain 站的点。Coquitlam 除了有靠近许多 SkyTrain 停靠的车站，也靠近主要的高速公路，还有可以直达温哥华市中心的 West Coast Express 可以搭，交通算是非常的便利。人口超过16万，白人占40%，东亚人有31%，其中韩国人占了大多数，可以说是大温哥华的小韩国城。接着来的 Burnaby， 大温哥华第3大城市，就在温哥华的东边，人口超过26万人，有33% 属于华人，紧追在后的为30% 的白人。2条 SkyTrain 的线都经过这里，大众运输系统四通八达。BC 省知名大学 SFU 和 BCIT 也都在这。主要的社区有 Metro Town， 是 Burnaby 的核心区，这里有 BC 省最大的购物商场，有高楼公寓，还有方便的公共交通。大统华很中式到不能再中式的丽晶广场都在这。还有近年快速发展的 Brentwood， 有现代化的高楼住宅和基础设施，加上还有名字很让人 amazing 的 The Amazing Brentwood 购物中心，这个蛮值得注意的一个社区哦。Burnaby Heights 相对宁静一些，但公园、商场和公共设施一样不会少，有比较强的社区感，大多以独立屋为主。还有位于 Burnaby 中心地带的 Deer Lake， 比较接近自然和一些文化设施，像是 Deer Lake Park 和 Burnaby Village Museum。这边的住宅也比较低密度一些。再来是靠海城市 Richmond， 大温哥华的第4大城市，20万左右的人口中就有70% 是华人，白人反而变成少数民族，是全北美最多华人的城市，把它号称新中国城也不为过。
位于温哥华的南边，SkyTrain 连接到温哥华市中心，温哥华国际机场也在此。这里曾经是温哥华冬奥的举办城市之一，所以有国际型的 Olympic Oval 竞速滑冰比赛场馆，也是北美最大夜市的所在地。Richmond 的社区包含核心区的 City Center， 拥有许多亚洲文化的购物中心和 SkyTrain 车站，大部分华人超市和中餐馆也都聚集在这。South Arm 是住宅和农场为主，但也有不错的社区中心和公共运动设施，靠近 Richmond 的中心，所以算是闹中取静，但生活也便利了一区。Steveston 是 Richmond 的发源地，位于城市的西南角，有历史悠久的渔村 Steveston Village， 曾经是世界渔业中心，也是2个国家历史遗址的所在地。社区悠闲宁静，也有很可爱的商业街道。Thompson 在 Richmond 的北端，临近海堤步道和自然保护区，也因为社区开发的比较晚，所以整体规划比较新，也比较好，也很适合海边漫步。但因为靠近机场，所以可能容易会听到飞机的噪音。然后还有 West Richmond 是比较成熟的社区，有社区中心，也有各种体育和休闲设施，也很靠近城市的中心点。East Richmond 可以说是农业区，其中蔓越莓的产量就占了全球总量8%。在季节时期开在91号公路上，很容易可以看到满江红的蔓越莓红田，基本上走的就是田园生活的风格。第5个城市介绍来到 Surrey， 是大温哥华第2大，也是发展最快的城市，人口超过56万人，白人30%，东亚和东南亚各占10%，而印度人占了37%，所以本地人都戏称 Surrey 为印度城。但是这座城市大到得要分成南北2端，而印度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在北 Surrey 的 Newton 区，所以人口分布来讲，并没有像 Richmond 一样是一个族裔就压倒性的占多数。虽然华人的占比没有这么多，但大同华就开了2家，主要的社区有6个，5个就在北 Surrey， 分别为市中心所在的 Wally， 高层住宅、办公大楼和购物中心都在此，包括 SkyTrain 的4个车站 ，SFU 的分校也在这边。哦，我的母校。Guildford Surrey 最大的购物和娱乐中心在这，附近也有许多森林公园。里面的 Fraser Heights 是个很安静舒服的住宅区，爹妈小时候也住过哦。Newton 印度人最集中的地方，许多工业和制造业都在此，但也有完善的社区中心，还有运动公园设施。Fleetwood 算是 Surrey 华人占比较多的住宅区，也有良好的公共设施，是一个充满社区氛围的地方。Cloverdale Surrey 的历史跟文化中心，也有北美历史悠久的牛仔竞技与乡村博览会。近几年也有许多新兴的住宅和商业发展，算是一个新旧融合的住宅社区。最后一个也是占地最大的社区，就是南 Surrey， 很多高收入家庭住宅的地方，有美丽的 Crescent Beach 海滩，靠近最南端的海边小镇 White Rock 白石镇，也靠近美国边境。特别提一下，这个有美丽海景的白石镇，是南 Surrey 60岁以上长者居住密度最高的地方，大部分白人也都居住在这。但白石镇并不属于 Surrey， 只是因为与南 Surrey 有很紧密的社区关系，所以顺便包括一下。整体来说 ，Surrey 号称是Langley人的市中心，因为一条 Fraser Highway 就能直达 Surrey 的经济和商业中心，跟 Langley 一样，是一个都市与乡村并存的城市。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北温 North Vancouver， 一个沉浸在大自然的城市，与温哥华市中心隔海对望。大众运输有坐 C-Bus 海上公车来往市中心，跟 Langley 一样分2个部分，一个是面积较小的北温哥华市，另一个是被山和森林环绕的北温哥华区。2个区加起来总人口与 Coquitlam 差不多，但是以白人居多。北温的主要社区有靠海滨的 Lonsdale， 是商业核心区，住宅以公寓还有联排屋为主。Edgemont Village 安静休闲的住宅小区，有小型的商业社区，也靠近知名的 Capilano 吊桥公园，还有本地人都爱的松鸡山。再来是分多金吸不完的 Lynn Valley， 有美丽的 Lynn Canyon Park 和森林步道，当然基本的公共设施也没有少。还有很适合划独木舟的 Deep Cove， 有美丽风景的海滨社区，也靠近四季都可以玩的 Mount Seymour 省立公园。所以北温哥华基本上就是一个注重户外活动的城市。那现在我们已经初步了解这6个城市了，再不考虑房价、物价还有消费能力的话，想要知道退休之后该住在哪，就要先了解退休人士会有哪些需求。但是什么是退休？我搜寻了退休的定义，就是悠然自得、闲适从容，是一种古典的生活方式，是退休后的中年人向往的慢生活。慢是一种最简单的生活方式，放下被世事扰乱的思绪，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
因此，我要来用慢活的角度，并且用以下的标准来想象一个东方的银发族在退休之后可能会有的需求。交通方面，人老了，视力不好了，可能开车会累，所以这个城市得要有方便的大众运输。老人家不喜欢四周太多噪音，所以居住的地方最好安静点，而且靠公园绿地，最好能让人做甩手操。而年纪渐大，身体也会容易出毛病，需要按摩、针灸、推拿等等的健康诊所。饮食也会想要清淡，应该不会想要吃外面，而会想要在家自己煮了吧？所以附近要有超市，而且最好要有华人的超市，才买得到中式的食材。再来，常待在家也会无聊，偶尔想要热闹的时候，也还是有地方可以晃，所以得要有适合老人家的休闲娱乐和活动。最后就是这个社区对咱们东方老人家友不友善，需要有很好的老人服务跟公社来培养兴趣还有社交。以上种种讲求的都是优质的生活机能还有品质啊！现在有了审核的标准，我们就来选出最适合退休的城市社区吧。这些是以上提到的6个城市跟30个主要的社区，只要有一个标准没有达到，就会被我淘汰。所以现在开始，大众运输要方便，所以有没有 SkyTrain 或者是公车能够半小时就可以到城市的市中心？先是 Langley 正在建的 SkyTrain 会通到这，所以通过。Murrayville 坐公车半小时内可以到市中心，所以勉强留着。坐公车到市中心要45分钟以上，淘汰。这个 OK， 坐公车都快1小时才能到 Langley 市中心，不适合退休。有 SkyTrain， 公车20分钟可以到 Coquitlam 市中心，可以的，这些都有 SkyTrain。哦，不错哦，交通一致通过，通过。公车半小时可以到 The Amazing Brentwood， 勉强通过。来到填海的城市 Richmond City Center， 不用多说，公车15分钟到市中心没问题，半小时内到也没问题，过 Richmond 不算很大啦，所以不论住在哪里，公车半个小时内都可以到市中心。市中心啊，有些住宅区坐公车需要1小时才能到市中心。淘汰 SkyTrain 已经在建了，通过。坐公车要40分钟以上，但是坐到 Langley City 就只需要20分钟，所以还 OK 啦。这就住在城市 border 的好处。1小时的公车，忍痛删除。唉，那边环境真的很不错呢。最后是北温，能不能方便得到 C Bus 呢？半小时可以到 ，OK， 别住太北边，还勉强可以啦。淘汰。再来的标准是安不安静，够不够有世外桃源的感觉？市中心怎么可能安静？淘汰。有机场一定会有噪音。有些绿地还 OK， 周围都被绿地围绕，当然 pass。光 Lafarge Lake 就够了，世外桃源啊，没问题。有森林公园，赞。还有 Burnaby Mountain， OK。不愧是有山有水的城市啊，通通 pass。有个很安静的 Central Park， 给过。山水有点少，但公园还算多啦，勉强 pass。名字顾名思义，过。虽然繁忙，但宁静的公园也多，靠近机场，淘汰。很好的社区，但没有世外桃源的感觉，可惜了。有个自然公园 ，OK， 有个还不错的 Hawthorne 公园，勉强通过，淘汰。过。旁边有高尔夫球场，还 OK， 过。只要有山有海有森林，就是安静的代言人。然后住的社区要有完善的医疗保健，比如说 walk-in 诊所、牙医、眼科、针灸、推拿、按摩跟药房等等。过。没牙医没眼科，淘汰。选择很少，但还算有，勉强通过。大部分都集中在商场，勉强通过啦。都得要跑去旁边的 Metro Town， 被淘汰。选择也蛮少的，勉强保留。它也是选择少，但靠近市中心，所以也保留。Surrey 的都有。我竟然找不太到 walk-in 的诊所，淘汰。接下来是购物的采买，有华人的超市很重要。我已经可以预期可以淘汰掉一堆社区。这里有大统华，大部分是白人的社区，可惜啊。大统华有在这，另一个大统华也在这，淘汰。这里有个原初食品超市，有卖亚洲食材，给过，这不用说了。有个小型的东方超市 ，OK， 淘汰。有大统华，有个南洋超市，卖一些亚洲食品 ，OK， 淘汰。毫无悬念的3。哇，北温的社区已经全军覆没。接下来的几个社区要看有没有丰富的休闲娱乐，有个规模不算小的商场 ，Pass 也有商场，有电影院，有 IKEA， 还有一个赌场 ，OK， 娱乐大城啊，太无聊了，淘汰。有很多的寺庙，没事可以过去耸耸筋。有电影院的娱乐城，但是靠的位置其实还比较靠 South Arm。有个高尔夫球场，勉强留住。目前剩下的社区有 Langley 的 Willoughby、Coquitlam 的市中心跟 Central Coquitlam、Metro Town， 然后3个 Richmond 的社区，还有 Surrey 的 Whalley 跟 Fleetwood。有些我其实还蛮讶异的。
那现在来到最后的指标，就是要看有没有友善的社区跟多元文化了。温洛比是一个新兴的社区，有一个大型的活动中心，但容易凝聚社群力的社区中心都还没有建。所以只好先淘汰了，虽然很有潜力，魅力全军覆没了。有文化中心，还有丰富运动设施的社区中心，也有很多的活动，所以 OK。有些小型的运动跟社区中心，所以也 OK。有个不算大的图书馆跟社区中心，勉强保留。有个运动设施还蛮丰富的Minoru，也有图书馆跟美术馆，也很好。规模小的社区中心，毕竟是市中心，有很多的公共设施跟活动。行，怎么只有温洛比被淘汰？那我们现在来看人种多元文化的程度吧。Coquitlam 整体来说虽然韩国人多，但比例来讲也不算高，还是有白人跟华人，所以两个社区都过关。Burnaby 人种分布的也蛮平均，所以 Metrotown 也过关。Richmond 很抱歉了，华人70%，人种太单一，333。Surrey 的人种分布也越来越多元，包括近年来新增了一些东南亚人口，所以两个社区也过关，已经过滤到剩5个社区了，实在好难比啊！看来又要端出一个 bonus 项目，就是治安。根据线上资料库网站 Numbeo 的调查报告，在犯罪程度如抢劫、盗窃，还有人种、性别歧视等等 ，Coquitlam 得到的犯罪指数为24.62，安全指数75.38，日间独自一人行走的安全度为87.54的高分，夜间独自一人行走也有67.92分。Burnaby 的犯罪指数稍微比较高，为39.45，安全指数60.55，日间独自一人的安全性也有76.42分，夜间则为普通的55.35分。那 Surrey 呢？犯罪指数64.68，安全指数35.32，白天独自一人走在街头，竟然也只有普通的51.83，夜间则不适合出门。很明显，在治安方面比较起来，只好跟 Burnaby 还有 Surrey 说拜拜了。当然，我觉得 Fleetwood 是还蛮不错的社区啦。好，所以剩下的2个社区都是在 Coquitlam 的 Coquitlam City Center 跟 Central Coquitlam。那我们这里再看一个北美社区评分网站所制作的城市犯罪图，可以发现市中心的犯罪率比其他社区都来得高。Central Coquitlam 相比之下就安全了点，所以在比较了交通、环境、医疗、采购、休闲、社区还有安全等等各方面的指标之后，从大温哥华6个城市共达30个社区之中脱颖而出，拥有最优质的生活机能和品质的就是Austin Heights and Central Coquitlam City Center， 拜拜。由代表温哥华的 fan 来与冠军合照。哦吼，我又出场喽！本集内容纯为个人感想，最终决定请自行斟酌。这又是一集鸡让你挑骨头的争霸战。那其实很多好的社区一开始没有通过交通的指标，其实还蛮可惜的。但是排除这个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一些环境还不错，而且也很适合退休的社区。像是喜欢大自然的人，就可以选北温的 Edgemont Village 或 Lynn Valley。那喜欢都市热闹生活的 Metrotown 绝对能够满足。如果是走隐居山海路线 ，Steveston 或 Deep Cove 这类的宁静社区都很优。那如果是喜欢同类文化，也吃不惯其他国家料理的，有饮茶跟中式料理的 Richmond 就是无脑的选择。还有像是 Langley 的 Willoughby and Willowbrook， 该有的生活机能都有，之后也都会有社区中心跟 SkyTrain， 我觉得也可以期待一下。South Surrey 整体素质也是很高的一个社区，尤其又靠近 White Rock， 一鱼两吃啊。是你的话，你会想在哪一个城市待到老呢？如果想替自己住的社区平反，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哦。还是老话一句，不要赞我呀，我溜。